华经有篇关于我们本具足佛性的譬喻。从前有位男子，自小舍父逃世，流浪他乡50余年。然其父寻子未得，而在某城市住下来，其家大富，财宝无量，仓库满溢，并有家臣使仆及象、马、车、牛、羊等，无以计数。出入席利，遍及他国。富翁老朽，常念疾，没有儿子，诸多财物无人继承，而更加思念儿子。常想，我若得子，委付财物，坦然快乐，不再忧虑。尔时，妻子正过着有一顿没一顿的流浪生活，从一个国家到一个国家，从一个城市到一个城市，常处饥饿，身体已生疮癣。一日，儿子流浪到父亲居住的城市，想要找一个用人的工作，而辗转来到父亲房舍外。穷子看到富翁豪贵尊严，就像国王一样，惊不自怪为何到此地，且自言自语说：不配我这种人，如果久住下来，可能会逼迫或强迫我做事。想到这里，就赶快要离去。这时候，富翁在高座狮子座上远远看见，也认出这个人就是他的儿子，即派人追上他的儿子，并欲将他带来。没想到贫穷的儿子吃惊大叫：我没做坏事，没罪，为何捉我？而恐慌惊怖，昏倒在地。富翁知道他的儿子因为愚痴而认为自己拙劣，一定不会相信他的话，更不会相信他是他的父亲，于是便用水将他泼醒后，告诉他可以离去了。穷儿子听了非常欢喜地离开，并且想要去贫民区找一个工作。富翁想了一个方法，派2人打扮成很鄙陋、毫无威德的样子，去告诉他的儿子，有一个清扫厕所粪秽的工作，我们一起做。这位穷儿子听到后非常欢喜地随着他们来了，且在上工前要求给付薪水，之后便开始做着扫除粪秽、打扫房舍的工作。富翁看到儿子如此愚劣，对于如此笔下的工作乐此不疲，于是富翁也穿着敝垢的衣服，拿着除粪的工具，接近他的儿子，并告诉他要好好做，不要随便离去，我会再给你加薪水，生活衣食上的事情都不用担心，我都会提供给你，因为我的年纪就好像你的父亲一样，而且我看你工作期间都没有欺骗、怠惰、嗔怒、怨言等恶行，你就好像我的儿子一样，从今天起我就叫你儿子吧。穷子听到后很高兴富翁视他如子，但心中对自己仍然以客作见人想，所以继续做着除粪的工作。20年过去了，儿子可以任意出入富翁的家，却仍住在原来的住所。一日，富翁有疾，自知将死不久，于是便将穷子唤来。我已经老了，很多金银财宝及财产你都可以自由运用，没有分别，你要更加用心管理，无令漏失。穷子极受教斥，而管理庞大的财产，但心中对财产却没有半点贪念。穷子仍居住在门外的住所，也仍认为自己是贫贱的身份。经过了一段时间，穷子见赤舍去卑劣而成就大志。富翁之妻子心量已见通广，于是便召集亲族、国王大臣聚于富翁身边。富翁当众宣布，这位仆人就是我的亲生儿子，当初于某城中舍吾逃走，辗转来到此地与我相逢，现在我将所有一切财物财产全数交给我的儿子继承。穷子听到富翁的宣布，非常的欢喜。以前因为自认贫穷而志气下劣，不敢奢望自己值得拥有财产，现在却不求自得。我本无心有所希求，今此宝藏自然而至。
这篇《法华经》的譬喻正如实地反映了我们的人生现况。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具足佛性真心的无量光之子、佛子、富翁之子，但我们却不自知而选择四处流浪，并以乞丐自居。虽然我们的父亲想要告诉我们，我们就是尊贵的无量光之子、佛子、富翁之子，本来拥有无穷尽的财产，无奈我们却无法相信，不自肯自得，而宁愿相信自己是贫穷匮乏的，所以处于宝箱未起，有财而不能用，且依照我们所相信的创造出我们的人生，如匮乏招感贫穷。就像故事中的乞丐一样，只相信自己配做处分的工作，并以此满足而乐此不疲。殊不知，其实我们真实的身份就是具足佛性真心，拥有无穷财富的无量光之子、富翁之子啊！